大家好，我们是大中文哦。你们为啥这么兴奋呢？今天的开场好兴奋。我们吃了兴奋我觉得药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大叔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录大叔了。对好久了。这我们中文有一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呀，而且中间我和笨叔好想念各位啊还见了一面，你可是很久没见笨叔对了。啊对，对，我在家里独守空闺啊，真是这什么成语、羡啊？慕嫉妒恨。成语乱用。好，那我跟灿叔悄这悄见了个面，对，把我抛诸脑后，真是的。好，那不过这个灿叔跟笨叔见面的事情已经是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也看到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啊。对，全世界都知道了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心的大叔们开心的一块来录一集盲盒问题吧。好，那这个我先来问好了，好，因为我对笨叔很好奇，就是他现在在的房间好像是好像像个厕所一样。空旷，对，空所以荡荡的我们也很久没有录节目了，说实话，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大叔的近况。我的问题就是很单纯，问你们的近况如何？太单纯了。但请你们交代一下，你们最近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有趣、伤心、难过、悲伤还是什么的情绪的问题，都可以讲，什么事件都可以讲啊。那我们就笨叔开始好了，来。好的。我就是回了一趟国，然后马不停蹄的玩了7、8个城市。哇，怎么那么幸福？每天都在路上，每天大脑都不能休息啊。因为我这次去中国是跟我室友一起，然后他是外国人，西班牙人，然后他第一次去中国，然后他又不会说中文，所以我我之前就是在疫情之前就答应他，就是一起去中国玩，那时候已经机票都买了，后来因为疫情就耽搁了，所以这次等于说是弥补上次的遗憾，也是兑现我的承诺。所以这次就我们2个人跑了7个地方吧，从北京到我爷爷奶奶家秦皇岛，然后到平遥，山西的平遥，然后到西安见了灿叔，西安灿叔对，然后再去洛阳，洛阳在西安旁边去看龙门石窟，再接下来去南方的绍兴。因为绍兴有这个南方的那个江南的水乡的感觉，对，然后又可以避开那个杭州、苏州、南京的那个游客嘛，人流，所以选择了去绍兴、上海，最后又回到北京啊，就好大一圈，一个大的三角形。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去了这么多地方，这整个行程，假如让你总结，就用一句话总结一下，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中国旅行对中国人来说挺便捷的然后就是如果我要坐公共交通啊，这个高铁啊，或者是在酒店里边点外卖啊，或者是就是想买任何东西啊，就用手机全部都能解决掉就感觉想做什么都特别方便。而且外面就是24小时的店也挺多的，所以我随时要是饿了或者需要买什么东西，出去就能买到，就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很便捷化便利便捷对，就比如说我那个比如我那个酒店里面有一个游泳池，好长的一句总结。对，我以为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累死我了，我以为是这个。没有，就是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是我那个酒店有一个游泳池，那个游泳池晚上11点关门，然后晚上9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去游泳，但是游泳池说如果你没有游泳帽的话，你是不可以进去的。对，大陆确实对，所以我就打开手机，打开那个美团那个 APP， 然后它有超市送，所以半个小时我就拿到了这个游泳帽。对，是的，对啊，就是晚上9点你去买游泳帽，然后半个小时能够送到你的酒店，
所以我觉得在西班牙我是想象不到的。我还9点，我觉得基本上店都关门了，早就关门了。对，哦，那好方便哦，真的。对，就感觉真的想吃什么的话，我可能点外卖，我想吃3个口味的东西，那我就下3个单，然后这是要减肥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吗？ 3种外卖。OK， 回国把这几年的补上。对，不过变叔，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去了那么多城市，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城市印象最深刻是平遥。平遥在山西，然后茶叔本来想把引到西安是吗？灿叔有点伤心，没关系，你讲平遥，你讲平遥好了，你讲平遥没关系。遵从你的内心的话，当然是西安啊，就是西安我之前去过了，这次去纯属是。第一就是看灿叔，第二就是那个朋友肯定要看一看兵马俑嘛，兵马俑，所以就平遥有什么特色？咱们赶紧转换话题。平遥了，平遥啊，西安算了啦，平遥。我觉得平遥都不算一个城市吧，它就算一个县城，但是它有一个古镇，这个古镇里边的建筑就是给你那个北方的那种古镇的感觉。就是里边的话，虽然好多都是后来这个仿古建的，都不是新的，但是那个古镇它的风格是很一致的，就是你真的感觉穿越到这个很久很久以前，那个街道啊，就是你有这个古城墙可以在上面走，然后在这个古镇里边那个房子啊，看起来就是非常有那种历史的气息，然后就是，但是对我的朋友更震撼啊！对我来说，我其实知道那个地方，有一点过度商业化了，因为基本上古镇里边没有当地人，都是这个卖的纪念品啊，或者是这种酒店啊或者饭店呢。但是整体来说，那个因为它风格是很一致的，就是在那个里边走来走去，你觉得很有感觉，就是觉得回到了过去的感觉。回到过去，对，那你说你那个外国朋友很震撼，是震撼在哪里啊？震撼到就是他那个古镇还是蛮大的，你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要走大概半个小时。所以一般的话，你去看一个古迹，可能你很小的一个面积，走就走完了。但是在那个平遥古镇里边，你是真的感觉，走了好久都还是在这个氛围里边啊。然后现在在中国有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潮流，就是有很多店它都叫旅拍，就是。你到那个，包括西安也是啊，就很多穿古代衣服那种是吗？就是他们专门给你这个做妆造，帮你化妆造型，然后给你造型，然后给你穿那个在这个古镇历史上那个女性的服装，给你换上之后，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古镇里边走的时候，还有一个摄影师一直跟着你。然后跟拍，所以你就看到你周围的游客，大家都是穿着这个几百年前的衣服，对，所以更帮助你有一种这种穿越的感觉，对，很好哎，很喜欢这种感觉。西安也是，西安那个对那条街对吧？叫什么来着？大唐不夜城，大唐不夜城附近很多，对，而且他们一边拍一边直播，因为那些旅拍的人还想吸引未来的那个观众啊，吸引别的游客来，客户。对。可是我觉得我看好像都是国人自己会换这种古代的衣服穿，好像比较少看到外国人会做这种旅拍，对不对？我觉得他们应该如果不会中文的话，应该第一他在国外没有见过这样的店，第二不会中文的话。他可能不知道进去之后怎么讲这个价格呀，交流，或者是到底包括什么服务在里边，他们可能就觉得是这个自己在家换好了出来的吧，应该不会觉得有专业的团队来帮他们
是做造型。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国内要改进的，应该要再做国际化一点。如果能够看到外国人穿着这种，比如说唐装啦，还是汉朝的衣服，走在街上，那也很有意思。有，灿叔这是一个商机耶。这个其实我看那一条街上10个店有7个店都是旅拍，但是没有一家是做外国人的，都是我觉得要做外国人。最主要现在外国游客还没那么多嘛，中国人出名什么一样，还需要我们去。有啊，那个大唐不夜城满大街都是外国人。是，就是这次我本来以为好多人会找我的朋友拍照留影。对，但是我发现这次反而大家好像见到外国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习惯了。就我去了这么4个星期，只有1个人主动提出要照相，其他人都看到一个外国人的脸都觉得稀松平常的事情。那倒也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种古装的提供这种古装衣服试穿的店，旅拍的这种店，一定要有一个外语的服务，我觉得生意会更好，而且更国际化。那Ben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带了一个外国朋友嘛，你觉得带一个外国朋友在中国旅行有没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对，就是这个我跟灿叔上次也聊过，就是在中国旅游的话感觉中国人和外国人是2个系统。对，就是你要买票的话，中国人都要用身份证去预约啊，去中国人那个排队的地方，那外国人就要用这个携程，就是 ctrip.com，上面会有卖门票的地方。所以就是中国人买门票和外国人买门票的这个系统不一样，导致就很难买到一样的时间的门票。所以这个还有就是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 APP 它只显示中文，虽然它是让外国人在上面用护照买票，但是那个页面只有中文的，所以如果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不学习汉字的话，那个页面刷出来之后是看不懂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就是上网是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需要有一个那个 eSIM card 来上外网，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在到了中国的机场之后办一个当地的中国的电话卡。因为如果你没有当地的电话卡，你在打开很多中国的页面的时候，可能会刷不出来。就即使你想付款，可能遇到问题付不了，然后很多地方又你付现金的话又没有零钱找你，所以就导致很多外国朋友到了中国以后会发现很多问题会涌出来，所以一定要准备好。跟去别的国家旅行不一样，中国的话还是要多做一些调查和研究才过来。对，配套设施还没有跟上，还有很多黑魔法，我觉得如果同学们学习中文的话，到中国的话会找到更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坐高铁的时候，高铁上有一个二维码 QR code，你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的话，如果你会中文，你可以在高铁上面点外卖，就是你可能提前2-3站的时候，你可以打开这个 APP 刷一下，然后点那个2-3站之后的城市的外卖，对。然后等你的火车到了那个城市之后，列车员就会把你的外卖从火车站拿上来，放到你的座位上。很方便呢。这个真的很方便。然后价格会比火车上要便宜，而且你的选择会更多。对，火车上的东西不好吃，你要这个外卖会更好一点。对，所以那这个真的我们点了好几次 KFC 在车上。那这个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对，可以直接点外卖，然后还帮你送上列车，真的是很方便。但是你打开那个刷完那个二维码，那个弹出的页面，里边信息会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真的对外国朋友不是很方便。要真的要学好中文，因为你有那个点菜啊、付款的页面，一步一步的到最后付款，我觉得这个流程必须中文阅读能力很强，才能够保证你可以成功。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了哦。就是如果各位外国朋友到中国旅行，一定会面临很多语言上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多学中文绝对对你有好处的。好，很棒，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我还没有去过大陆，对，所以我要有空去玩一下。对，一定要过来茶叔，明年过来吧。对，我来准备一下啊。我准备一下。灿叔，你的近况如何？我们每天都在网上交流，你还问我近况如何？其实一定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近况可以跟我们分享。对，好，其实我分享一个事情吧，也不是说近况，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是有些感触的。就是我儿子不是近视了吗？他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开始戴那种就是离焦镜，就矫正眼睛的，不是那种一般的眼镜，它上面会一圈一圈的，确保他眼睛能相对近视的速度会放慢一点。但是仅仅通过那一个是不够的，就是因为小孩子他眼轴长得比较快，特别是生长的越快，特别是到后期可能4、5年级往上，在初中的话，他长的个子越快，他眼轴长得越快，所以近视的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一旦近视了，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过程。虽然你戴了眼镜，矫正眼镜，它不能确保你后面增长速度会很慢，所以还需要做一些辅助的东西，比如说就是在室外的时间，在阳光底下需要每天确保更多时间。还有比如说你这个就是近距离用眼，比如说学习啊、看书之后，看20分钟之后需要这个看远处，让眼睛从近处到远处这样调节。还有就是每天晚上需要练一个反转拍，这样拿着块，就是看近处、看远处这样。其实这些东西都很枯燥、很无聊，而且挺辛苦的。就是一开始就是3个月前我们做了一次检查，然后医生就交代我们需要，就是也不要紧张，但是需要做这些事情。他当时医生也说，就是其实很多孩子在暑假反倒近视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因为暑假没有上学，在学校你要看黑板看一下，再看底下，其实是有远近的调节的。但在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大多数后就是看电视啊、看屏幕啊什么的，反倒就近视速度更快。就是这个呢，就是让我和他妈妈就想着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所以在暑假的时候，就一整个暑假，你们成天听到我带着儿子去骑车了，一骑就是1个半小时，每天雷打不动1个半小时。然后在小区里，一开始是在我们家对面公园骑，但是公园也不让人骑了，他觉得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咋想，不让人骑。后来就在小区里骑，来回这样骑，就是1个半小时，一般是中午11点去，然后骑到12点半，那个时候基本是最热的时候。然后但是小区里多少是有些遮阴的地方，还好不是那么热。但是这坚持下来也挺难的，一开始我儿子是比较抗拒的，但是我觉得为了他的眼睛，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后让他坚持下来。通过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户外的这个时间，然后就是每天就是看完书啊，或者给他看视频，看完之后休息20分钟，然后还反转拍，一直坚持练。星期天的时候，就是昨天哈，还是前天我忘了，就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增长速度挺慢的，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就挺惊喜的。就是当时就是3个月之前检查的时候，就是怕他生长速度，当时速度挺快，当时说要用最后一个手段呢，就滴那种眼药水，那眼药水叫阿托品，就是说滴之后它可以放慢你的增长速度。但呢，按道理就是那个阿托品，就是你现在就用了之后，它已经是最高手段了。就等到万一你再大一点，4、5年级或者初中以上的话，你到时就没有别的手段了。所以我们当时是可以做手术吗？这个未来做手术不行，做手术这个其实是有风险嘛，而且还太年轻了吧？对，其实以后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近视了也没有关系，其实近视的不怕，就是怕它增长速度太快，变成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对，就是一开始就是不只对这个生活不方便，其实是会产生病变的，就是要太严重点会产生病变的。你是不近视的人，你当然不知道这点了。
我其实以前也以为就是看一些楼，我觉得也是有那个虚影，就是很近的前面的楼看起来看年纪那是你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会这样。对，瑶瑶还年轻没有关系。对，就是因为现在小孩子作业很多嘛，课业很多，所以我们帮他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他自己也很自觉，就是给我们算是带来一个惊喜吧，就让我明白了，就是其实做事情就真的你需要讲方法，然后还要坚持。你不能说很多时候以前的话，就是父母的话给告诉你，就是面对问题你自己要做哦，你自己要努力哦，就是这些比较大的宽泛的东西。没有落到具体的实际上的一点一滴该怎么做，然后也没有陪伴着你一点点去做。小孩子有时候面对比较大的困难的时候，需要你帮助他，甚至一开始推他 push 他，我们中国人也习惯说 push 他一下push 对，让他慢慢的他能感觉上一个脚手架搭在那块，让他慢慢的过渡到他比较习惯的，就从一个没有的状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然后养成了新的习惯之后，他其实一点都不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骑车也很不愿意，那么热，说实话30-40度，然后每天这样骑，然后汗流浃背的，他一开始很不乐意，很不开心，但是骑到后面就习惯了。而且一个暑假晒下来全黑了，然后就是每个人见到他都说怎么晒这么黑，但是我觉得怎么跟你爸一样黑啊？对，比他爸都黑对，比他爸还黑，比他爸还黑。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就对我而言，我是觉得以前做事情的时候我会设想一个目标，我去怎么做，但具体要落实到细节的话我没有去细想方法。对，我觉得现在其实真的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通过这一个事情让我觉得还是要讲究方法，落到更细的方面，这样每天做一点点，真的就是猛然回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取得这样的成就了。别人有些人没这样做，他其实一开始想我要保护娃的眼睛，不让他增长速度过快，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可能偶尔看到孩子的时候偶尔带他出去转一下，偶尔提醒他一下，等到时间他也2个月过去，孩子增长速度很快，他到时候就后悔。你这个真的太尽职的爸爸了，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好爸爸。我看一般我那个朋友带娃什么的，都是这个嫌孩子吵啊，就直接把 iPad 或者手机放上那个动画片，然后就放在那儿，然后爸爸妈妈就做他们的事去了，反而让孩子去。对，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就我和他妈妈会考虑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对孩子有没有期待，你期待他成为什么样的样子，那你就需要倒推过来，你就需要你能做什么东西，你希望他有那些品质，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培养他，帮助他，不可能指望他自然生长他就能得到那些品质的，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灿叔采取的手段其实都是正面的方法，比如说骑车一方面让他不会去看那些屏幕或手机的，而且骑车你不得不看远，你不看远你就摔倒了。远方对，然后训练他看远方，然后在户外多运动，是的，然后另外就是培养他坚持的习惯，所以这是一举多得。是的，但是如果你让小孩一个人做，他可能2天就放弃了，因为苦差事谁要做？是的。但是如果有父母陪着他做，他就会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教小孩一个方法跟坚持的功夫很重要。而且这个也让我觉得，就做任何很难的事情，有时候一个人为什么很难坚持呢？真的人是特别容易放弃的，人都是趋易避难的，觉得困难好怕呀。好烦呀！但是我们要大叔中文3人一起做的时候，会感觉有一股力量的推着我们往前走，会觉得有人支持着我们往前走，这个时候就不容易放弃，就会觉得克服一下，或者刚好就是今天我做这个东西不想做，状态比较down一些，不好怎么好的时候，你们2个比较亢奋，我们就能继续往前走，对吧？就是有一个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时候人生路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完全要一个人去独自面对很多事情会比较难一点。我觉得人很好玩，就是有2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像刚刚灿叔说的，如果有伴跟着你陪伴你，你会坚持下去。是的。然后可能一个人偷懒了，看到别人那么努力不行，我还是要努力往前去做。
第二个方法就是死到临头。什么意思？你像我就是非得做不可，已经没办法。你像我，其实我上个月我没有跟你们讲，我上个月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的右臂完全举不起来。也不是脱臼，也不是怎么样，也不晓得为什么。然后我在想说，可能是我长期就是用电脑嘛，然后右手都要用滑鼠，对对对，可能就是50肩还是怎么样。然后去看医生，医生也就是给了一些药，然后给了一些药膏而已。然后这个药布贴上去，我觉得也不见好转。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几乎2-3天手是完全没有办法到这个角度就举不起来了。所以就非常非常惊恐。然后想说不会我的右手就废了吧，然后就非常非常紧张。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真的怕到了，我就强迫自己每天真的要做一些运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赶快上网找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伸展的操。然后我还去买了双手举起来把在那个门框上压，那样对好一点。从那个事件发生后，我就发现真的运动很重要，然后做伸展操很重要。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我真的吓到了，真的完完全全吓到。如果我以后手都举不起来，我要怎么工作呢？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我跟你们讲，我会犹豫不决要不要买拉力绳，对不对？对对。结果我买了2条，因为这样我买了2条拉力绳。对，然后一组放在我现在都会去早上我固定7点一定去公园运动，然后要运动1个半小时才可以回来。然后我就带着第一组拉力绳去公园运动，第二组拉力绳就是放在我的房间，然后随时我规定自己了上厕所之后就要拉，上厕所之后我的拉力绳是挂在厕所的门上面。所以我上完厕所我要求自己一定要拉个50下才可以离开厕所去做别的事情。所以我就是被突然身体的恶化给吓到，就是我说死到临头了才会怕，不然都以前就觉得我还有余地啊，我还好好的。所以我就会，然后真的就也像灿叔说的，我坚持了到公园运动1小时半1个月之后，我现在真的觉得精神非常好。然后我现在这个手臂没有说完全好，就是升到高处还是会痛，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升高了。所以就觉得哎呀好多了，然后也觉得自己稍微壮一点了。然后但是体重是下降的。所以就觉得说啊，真的人还是要强迫自己该做的运动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对，所以真的也很有感触，就是真的不要死到临头了才去补救。真的这个事情我也感触，我就之前老和你们说，真的感觉中年到了，就不再是年轻人了，就很多身体信号发出来了。就笨叔来西安的时候，我就陪他喝了2杯冰的橙汁，我当天晚上回去我就开始胃疼了。就当天胃就不舒服了。就是其实以前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身体这个有不舒服，我会采取一个迂回的这个态度。不舒服，比如说胃疼，我就想着熬一熬过去了，我还挺自豪的。你看我这个，我也不担心，我也不焦虑，反正就熬过去就好了。但是真的到某一天，我真的觉得就是身体这有不舒服，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一定要去把它整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你一定要想一下，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会不舒服。比如说和笨叔见面说我是喝了冰不舒服，还有之前吃饭我是吃撑了不舒服。这2个基本上这2个状态下我是都会特别容易胃疼的。所以我就想这2方应该通过这2个方面我去调整去改变。我真的就觉得就从这2个方面入手之后，我进行了调整。我现在基本就不吃冰的东西，然后吃饭的话基本是7-8分饱。就是而且我老婆有时候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差不多可能也是诱惑你吗？不是，有时候也不是故意，但是我们俩是一起的。就中饭的时候，以前我是很喜欢吃米饭的，他现在米饭真的永远不够，你知道吗？我只能吃1碗，然后我想再吃我已经没有了。然后就是让我慢慢的习惯了，后面觉得1碗也就够了。以前我会吃2碗打底，可能还有2碗半以上这样吃，这样的话总是会让把自己胃吃得很撑。现在都吃1碗了，反倒觉得还好，也就慢慢习惯了。
以前吃东西的话总是不节制嘛，后面现在慢慢的就是我觉得饮食调整了，这个生活作息调整了，真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就是也瘦了也是。笨叔说，哎，上回看到我说好像比我实际就是屏幕里看的瘦一些，就是因为我瘦，对，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瘦下来了，我瘦了10斤了，就是这一段时间我瘦了10斤。对，然后看你衣服都很比你那个骨架要大得多，腿很细。对啊，对，羡慕死笨叔了，笨叔想要瘦，我这一路不得其法，肥一圈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不能顿顿吃中国菜，所以就订酒店的话。肯定都有自助早餐嘛，有一点西餐。那你自助餐的话，你就觉得不吃浪费，不都尝一下，好浪费啊！忍不住，每天都吃的撑的不得了。对。但是其实走那么多，但是感觉摄入的还是那个超过那个消耗的。是的。其实真的人，我觉得人真的要怎么样的人生，好像大家都觉得可以挥霍，可以赚很多钱。可是我觉得。人生最难的就是克制自己。如果你能够做到克制自己的话，对，那真的你会享受到克制之后的好处，可能运动之后的好处，或者你吃比较有节制，好处就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吃真的很重要。你像我现在，我跟灿叔相反，我跟我哥是故意饭吃的很少。因为我爸是喜欢煮一桶那种，3个人煮一桶，要吃到什么时候啊？然后我们就故意吃个1碗，甚至就是半碗，我们故意吃少。我爸就想每一次都剩那么多，他自己就会减量，越蒸那个饭越做越少。然后慢慢我们现在真的，我爸就是这样，刚好3个人的分量，这样刚刚好。所以真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克制自己，也要改变一下身边的人。对，不然有时候那个身边的人诱惑你你像笨叔的室友这样诱惑他，真的没有办法，忍不住就想吃。对，是啊，就像我家做饭，以前我做饭，以前家里做饭都是我做饭，我就喜欢油多一些，盐多一些，辣子多一些，所以这样吃的话，说实话是不怎么健康。当然好吃了，肯定是好吃的，对，但是这样的话不健康。这回回来之后呢，因为刚好又比较忙，然后呢，就是我老婆接手开始做饭了。他就是做的比较清淡一些，慢慢的，我们整体饮食就健康了。所以有时候需要一个外部的一个力量，有时候也。我特别高兴，我这次回西班牙就真的跟这些美食断绝关系了。对，因为感觉在中国太容易点美食了，打开之后，现在 APP 有什么叫神抢手啊，就是它会比你去这个店里吃还要便宜。而且就是可能比5折还要低，那么便宜，就是每次对啊，就是你打开 APP， 你看神抢手，然后它就是给你半价或者3折，对对，真的，就我觉得真的年纪到了，我们要更重要的，除了赚钱之外，更重要的，真的要学会克制自己吃啦，是的，然后要强迫自己去运动啊。我真的觉得坚持1个月之后，你就会感受到好处了。真的精神啦，体重也变瘦。我这次回来就真的要开始注意身体了，因为比如我每次我觉得回国的话，然后再回来，我基本上可能当天就可以接着上课呀或者工作。现在回来之后就需要觉得要至少两天都没有缓过来，就这次觉得感觉那个旅途的疲惫就对，我感觉你在身上写的疲惫，脸上写的疲惫2个字。现在上课这个站1个小时，那个膝盖就疼，应该是那个体重太胖了，对。所以我们也要监督一下变叔，因为变叔你好像体检也体检出那个脂肪肝，是不是？对，就因为我是之前就这么想的嘛，我工作1个小时的话，喝1瓶可乐，我做饭也是做饭洗碗是1个半小时，那我工作1个半小时，我赚的钱要这个再减掉我点外卖的钱，还能剩一点。体恤，OK， 对，就是平衡一下之后，就觉得那其实工作然后点外卖的生活要比自己做饭。还能省更多的钱，还能攒更多的钱，那我就工作吧，就不做饭了。那然后就吃很多垃圾食品，就胖得很快。是。现在我觉得要换这个生活方式了，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彼此监督一下了，是的，真的。
对，真的。等到你上班之后，可能也不会像那样嘛，我觉得。对，会好一点。上班应该会规律一点，我觉得是的。对，对啊，就调整一下，不然确实上课也消耗太严重了，就感觉上课之后就想吃好东西来让自己的心情更愉悦、放松。对，和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笨叔要改变人生的规划了，是不是？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心情。交代完，我们这一集也可以就可以了。对，就是这个其实对这个我跟灿叔也非常的好奇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了，只是说希望大家也了解一下笨叔现在人生是面临到一个转折点。对，来笨叔来一下吧。就是当了14年老师之后，就是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决定。就是当然那个中文教学事业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啊，因为有大叔在，大家在大叔中文会一直见到我。但是在这个个人的这个教课的这个旅行，我打算暂停一段时间。因为就是觉得，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真的感觉那个身体的状况是每年都在恶化，每况愈下。对，我们可不想中道崩殂啊，因为我已经有脂肪肝了嘛。有这么严重吗？然后有脂肪肝，其实已经那个检测出半年了，然后还是自己对，你会不在意，对不对？对，就觉得但是等到你身体真的开始有这个反应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必须要重视的问题了啊！因为真的现在就觉得自己有时候走几步就出虚汗呐，然后会喘气，容易常常累啊，对。然后上课的话，又是这种你要一直说话，一直集中精力，然后就是感觉是一个内耗，不断的内耗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上课的话，我想停一停，然后再一个，我想先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啊，我这个对你很好奇，你当了14年中文老师，其实你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说话的人吗？我其实我自己啊，对呀。我自己其实如果是跟朋友的话，我喜欢听朋友说话，我自己会分享的少一点当听众但是上课的话，我是上课是必须说话吗？上课必须强迫自己一定要说话，但是上课我也喜欢听这个学生的这个经历啊、故事啊。上课我还是很享受的，就是累。但是都压在一起的话，又会感觉。但是太多课的话，对，享受也会变成折磨，会有负担太多的话。对，而且已经坚持14年了，觉得。就是上课的话，我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然后也做过这个 APP 的课程的设计，然后也做过这种中文的材料播客，就觉得中文教学方面这面带给我的激情会少一点了。我想就是到了一个阶段，我想感觉一下，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其他的事情，然后也算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看一看自己人生有没有别的可能。所以我就在巴塞罗那找一找这样的，看有没有其他的机会，然后刚好就出现这么一个工作机会，就是在一个游戏公司在一个手游公司，然后做这个社区管理的经理所以以后就要为很多的那个手游玩家服务了。对，刚好你也喜欢玩游戏嘛，我觉得，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挺有意思，可以自己一边玩游戏一边工作，就是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量，一直说，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可以平衡一下。所以这个是一个朝9晚5的工作吗？这个是一个朝9晚5的工作，周一到周五，然后每天8个小时，40个小时。要去公司上班。对 ，OK。哟，门怎么自己开了？怎么回事？吓死我了！鬼故事啊。OK，那笨叔，你对这样的转换跑道的变化、人生的转变，自己怎么想呢？
我自己要是别的工作的话，我可能会下不定决心，但是因为这个跟游戏有关系，我觉得是一个最近那个悟空又那么火，悟空，对对，所以觉得这个行业好像也是一挺有个蛮前景火的一个行业，对对可以试一试啊。是的。然后因为我知道教中文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回来，我知道怎么教中文。在我还有这个精力有可能的情况下，我想尝试一下不同的职业的道路，看一看。但当然就是挺伤心的，跟很多同学就是在课上跟他们说再见，他们没有哭的死去活，没有哭的死去活来的。特别伤心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跟颗粒，等于要跟很多对，跟颗粒就我们那个法国的粉丝，对，跟他上课的时候，就是提到这个事情，他也很支持我，但是在那个课要结束的那一刻，然后他就忍不住就是在屏幕前哭了。就我当时就是心情也，哎呀，那肯定，就是那说明你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啊，真的啊，对，他是哭说终于摆脱你了，还是怎么样？终于可能是对就是对，可以，因为我可以想象得出来，颗粒非常之重，他非常重感情，对，但是我想要面对面的说，我不想就是写一个很长的信息发当然，那对，那当然的，对，但这也不容易，就是挺痛苦的过程，都是跟我一起上课那么久的学生，然后要就是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们啊，就是你有很多是一些老学生是吧？曾经跟着你学了很久，对都学了好久的学生。一个都不打算留吗？一个学生都不打算留吗？我是把我因为这个平台吧很难入驻，所以我把我的平台的价格调到那个极限了，最高的值，然后开那么1个小时的空，所以就是为了让我这个教师的这个账户能处在一个激活的状态。对，那当然有哪个学生真的很想支持我，可以去定。但是基本上我把价格定在一个让人不太想定的那个感觉，望而却步的价格。对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定，我还是会上课的。就一般肯定要上，肯定是周末了，对不对？周中是不可能有时间的，因为我周一到周五肯定上不了课了，周末而且你下班还要忙大叔我要录大叔的节目什么的，然后上课的话可能就撑死每周一到周五下班了，可能也要休息，没有那么多喝个小酒啊什么的，对吧？对，喝然后这些网站，我想那个就是让我教师账户是激活的状态，对，就是有一个Plan B 吧，就对，但当然肯定是要认真的想把现在新工作做好，但是留一条退路吧。对，这是对的，这是比较理性的考虑了，真的是。对，而且真的了，中文教学事业是随时都可以回来了。是的，对，然后但是人生有几次转换跑道的机会呢？然后Ben叔也运气非常好，当然他有自己的实力找到了这个工作。是的，那我觉得就试试看。其实蛮感谢大叔的，因为这是一个社区经理的那个职位，游戏社区经理，所以他必须要求有一些那个运营这个社交媒体的社区的经验。所以大叔那个在我简历上很加分，这段经历。是的，而且他也真的可能你们经理可能也去看大叔中文的频道，怎么那么好火的频道，他就觉得可以，这个人应该可以对，其实是你们两个，你一起做的，不是这样，对，不过像Ben叔讲到这儿，我就觉得真的中文一句话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对不对？所以做了14年的中文老师，对，不是做我们，对，我是说很多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或时间点，对，有时候就必须要告别，有时候就必须改变，然后就算过程再怎么不舍，但是你还是必须要走这条路。对，所以我觉得对Ben叔来讲也不容易，就是你要改变真的不容易。
你要放弃以前熟悉的东西，以前习惯的东西，是的呀，然后要迈入职场，朝九晚五，可能不是那么自由，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对，还有在西班牙生活的话，还是最好有一个这种无限期的一个合同，这样的话就是生活会更方便一些，包括买房子啊，或者是在银行贷款啊，等等等等，就是生活会便利很多。不然的话，对自由职业者，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友好，好多限制。就比如那个银行常常给我发信息说要封你的账户什么的，必须你要提供某一些证明啊，才能够让你的账户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就是很讨厌这种情况，我还是想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长期的合同，这样的话可以就是没有这样类似的这样情况发生，不然的话准备这些手续特别麻烦。真的，对，认同。好 ，OK， 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聊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这是盲盒问题吗？近况就聊了一集。不过我觉得也让大家了解了你像Ben叔就是个实例，就是说我们大叔好像在这个自媒体上好像很风光，没什么烦恼，整天在那边开玩笑，好像因为我们人生也有很多要烦恼的部分，就像大家一样，是的，只是说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然后你身边有没有好朋友陪着你一起走这段路，父母、朋友、家人所以大家也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应该要去改变了。然后如果真的需要改变，也不要去害怕像我们大叔也常常面临到要改变的时候，所以不要担心，我们都会陪着大家那大家要做的就是帮我们点赞，支持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买我们的产品，对，好的，小店会员好 OK， 那今天呢这个Ben叔分享的我觉得我也蛮有感触的就是其实我这几天我就在想了Ben叔要面临这么多改变，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可能他还要搬家，还有搬家的事情。我是在把搬家完之后的第2天就坐上飞机回国了，回来之后就是面对家里一大房子的那个箱子啊，一个一个要拆开，乱七八糟的，家具还没到，然后到了之后还要自己组装就感觉你不睡地板上吗？对没有，就还好走之前把床搭起来了就是回来之后就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对，而且Ben叔现在是站着跟我们站着跟我们录节目聊了那么久，后面就是空的，所以我们乱七八糟的家。对所以我们才故意聊那么久对所以考验他极限耐力怎么样对，让你再减一些重量减一些体重。对好，以后也打算就站着工作了。对，可以减肥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了。如果大家人生中也面临着重大的改变希望大家不要害怕，永远记得大叔在这边支持着你们。是正向的改变就去做吧，不要害怕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期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